下面让我们有请恩星。哇，恩星是真的，恩星99。哦。Show you off, show you off. Tonight I wanna show you off. 哎 what you got? A billion couldn't never bought. So just forget about the world we young tonight. 啊，风味好足啊 I'm coming for ya, cause oh, 爱你。好了，我是恩恩，我是小新，和你相遇就是上天赐予我最珍贵的礼物。你好，请问我可以邀请你跳一支舞吗？当然可以。好，来吧。3、2、1。奶茶哥的含义了吗？奶茶就是 milk tea。那奶茶哥就是 milk tea 欧巴。milk tea 欧巴。轮到你出了。我出选他。我是个冰系大师啊。谢谢。但我对你很有好感。我对你也有好感。你好，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好吧。现在再给你一个机会的话，你能不能让我也赢一次吗？80。首先，我绝对不会退缩。那你觉得我会让你感到更幸运吗？当然。要想续费，就在听完这条留言后，过来给我一个拥抱，完成充值吧。其实我的心愿就是，我想知道你的心愿是什么。如果真的遇到你特别幸运，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了。那你幸运日子还在后面。我迈出去那一步的人，可能我走了99步吧，但是可能这最先迈出去的那半步还是能完成的。我是你的男朋友。我想再次喊出那句话：为了你，我能把整个赛里木湖的雪融化。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新，然后现在也是恩恩的男朋友，然后关于一些小癖好，我有什么小癖好呢？我的小癖好就是恋屁。这是我帮他想的。然后呢，还有我有什么习惯？我的习惯就是黏着恩恩，这也是你想。好，然后现在是作为恩恩的视角，然后来想一下小新都有什么性格特点。就是在我第一次见到小新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好像很大大咧咧，然后不会有什么心事的男孩。但是我真的接触他这么久之后，我发现他真的是内心很细腻并且很感性的一个男孩。而且我觉得他是内核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能够经常的说共情到一些很细节的点吧，我觉得，所以他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OK， 那我是恩恩，然后我没有自己说的那么的内耗，然后我也没有自己说的那么的怂，我不是姚晓松，我也很面对自己很确定、很坚定的事情的时候，我也可以做得非常的勇敢，然后我也不是那么的理性。有的时候就像现在一样，也会被一些事情戳中泪点，然后变得很感性。然后我也不是那么的大大咧咧，也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小女孩。然后我也不是一个很有规划的人。那因为我有讲过，其实自己是一个很独立的人，就算投入到一段感情里的话，也不会去黏着对方，也不会把对方考虑到自己未来的规划里，但是现在好像一切都在发生一些转变，好像就是小新慢慢的进入到了他的人生的规划里，所以这点小新非常感动。人老了就是容易感性。这个介绍的结尾是一个韩语。저는 간小新贵要加亲贵哟。大家握
点啥呢？大家又听不懂。小新是恩恩的男朋友吧？翻译就是我是恩，然后现在是小新的女朋友。和一个对맞습니다。对，是的，是的。真 CP 就没在怕的啊。然后下面不是，我是觉得这些人说的还不如我直接自己做呢。开玩笑，我走，开玩笑，开玩笑。我先说第一个比较简单啊，是网友想看的，希望你们比身高。小新的下巴到底在不在恩的头顶呢？在吧？在哦。在啊。哇！正好。严丝合缝。第二个，再来一次身高差大拥抱，来吧。好啦，最后一个难度升级啦，需要小新完成亲酒窝挑战。他现在都笑成这样了。酒窝是什么部位啊？也可以不清楚，也可以亲嘴。不是酒窝是到底是哪个？这里，这里。OK。来吧。那下面就到爆料时间了。据我所知，新妈和恩爸也都在追节目，而且很磕恩星，并且小新的家里人好像潜伏在各个 CP 群里啊。哇！其实是我一下节目谈完恋爱，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我谈恋爱了。然后我爸说谁呀？然后我就给我爸看了他的一张照片，当然不是你的帅照，是当时一张紫色的滑雪服，然后在睡觉，然后我们所有人围着他这样的一张照片。给我爸看这张照片，我爸说这小伙子好呀，这小伙子面相好，感觉性格也好，我爸对你还挺满意的。谢谢叔叔，谢谢，很开心。然后我家里人也是，我一下节目我就跟他们说我谈。其实我旅程过程中就会给他们分享一些这个照片，然后他们就挺喜欢恩恩的。家里人还会经常关注恩恩的直播，可能看的比我都多，而且他们就是他们很喜欢恩恩，是不是以我的父母的视角去喜欢，而是以恩恩的粉丝的视角去喜欢，就是他们会把我还是他们儿子这件事情完全已经抛之脑后了，就他们说，哎呀，能不能让我带着他们去见一下恩恩，然后但是他们会完全忽略掉，就是这是一个见家长的行为，他们就只会觉得就是啊，我有这个人脉，就是我能带他们见到恩恩，然后他们还想要签名、想要合影什么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第二个问题啊，我这边得知两个人在节目下吵得最严重的一次，恩好像是连续快1周吧，完全没有理小新，然后当时是什么情况？最后小新你又是怎么把恩哄好的呢？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还在磨合的阶段，我们并就是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不太知道如何去处理吧。就像我是比较着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的，但可能就是恩会觉得他需要自己先冷静一下，把一些问题想清楚，就是他不希望自己在有情绪的时候和我沟通容易就是伤害到我。我当时不太清楚，就是他是想自己先思考的，我以为他就是不想理我，然后我还找了各位导演们求助，因为我真的以为就是他就是想要准备提了，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如果他真的就是想提的话，就不用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因为这个节目在播的原因，然后不敢去提吧。真提了你又不高兴，就是希望他真的就是性感了男孩。就是当时就是想的，如果他真的跟我谈的不是很开心的话，就还是就是，好了好了好好。我说我当时的想法吧，其实我因为跟小新谈这段恋爱，真的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段恋爱，但我觉得很庆幸，也很幸运的是，这个人是小新，他没有选择说因为我的退缩，他就是也退缩或者怎么样，他选择的是那种就是引导我去解决问题吧。他就说你可以有情绪，或者你也可以就是有什么想法，但是你一定要跟我讲。我觉得这一点是他在教我怎么样去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也很谢谢小新能够说包容我在这段时间辛苦了。没有包容。下一个问题想提问恩恩啊，
你们因为长时间处于异国恋的状态嘛，听说有一次你跟小新煲电话粥，时间长达7个小时以上，然后且是小新一晚上没有睡，煲电话粥，当时发生了什么？当时是因为我就是做了一个噩梦，醒了之后不敢睡觉了。我当时第一时间就给小新打电话说，我做噩梦，我没有办法睡着怎么办？然后他就说，那我就陪着你呗。然后我以为他会，比如说我睡着了，比如30分钟他就挂掉什么，但是只要我醒来，他都一直没有挂电话，一直在陪我。我觉得这个点还是让人蛮感动、触动。我只是觉得一般打电话就是还是习惯，就是希望他来挂，就是我不是很喜欢挂电话这个事情。下一个问题还是对恩恩说的啊，你每次都会偷偷找 Freddy 要小新很多私下剧照的原图，每一张都会夸好帅好喜欢，是发自内心的真的觉得小新很帅，所以要进行收藏是吗？我就是觉得，这不觉得舞会那天真的很帅吗？真的很帅啊！然后我把他舞会的那张照片偷偷设为屏保，但怕被别人发现，就是只敢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设为屏保，点来看一下那种。我都不知道啊。给小新看一眼，给小新看一眼。让我爽一下，让我爽一下。确实帅。想象跟这样一个人聊天，瞬间就没有什么那个气可以生了。姚家园。哦。姚家园。哦。太冷了。冷不冷？超冷。我也有点冷。看到今天这什么了吗？白马呀。你知道为什么是白马吗？为什么？因为今天我要做你的白马王子。今天我要做你的白马王子。你做我的白马王子。耶！今天你要做一天我的小新公主。本来想骑，但是他有点小个性吧，我们就让他在这陪伴一下我们，见证一下我们。好。你在这场旅行之中照顾我真的超级多，所以今天我要勇敢一次，要照顾你一天，好吗？小新公主。可以啊，那我叫你什么？恩恩王子啊。OK。恩恩王子和小新公主是吗？对，那我们要不先坐这儿聊？行。哦。哎呀。紧张吗？还可以了。哇，今天我有给你准备东西哦。来。哇，什么情书是吗？你猜很对。先看这个，这是准备的小礼物。哇塞！为了完成恩的心愿，备课到很晚的刘老师。然后。哦。怎么样？是不是还可以？然后还贴了一个贴纸。好可爱。好看吗？戴眼镜真的很帅啊。真的很帅。然后还有别的，我给你拆好了。这是这样的，等一下。等一下。还有小巧思。是的。你的唇印啊。耶！哇塞，很好啊。有没有被我感动到吧？有啊。你当时是怎么做的？就是。我管赵瑜借的口红。我爱你，没有你我怎么办呢？你就对着这个纸一直亲是吗？对，爽到了吧？爽到了。哦，这不是那天我哈气。对，好看不？好看。还有就是我给你的一封情书。啊，准备好了吗？哇，你字这么漂亮。真的吗？谢谢你。啊，好，哎呦。还记得我第一天的自我介绍吗？我说我是一个很怂的人，我这个人还挺怂的吧，但这次我好像能摘掉这个标签了。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由无数个人拼接而成的。我想你留给我的那个部分应该就是勇敢了。在感情的世界中，原本的我好像一直在角落里躲着，透过门缝中的光亮看到别人的那一点点感情画面，太过担心和害怕就在角落里面越缩越小。但这几天好像有个人在慢慢的拉开门，
并把我从那个小角落慢慢的带出来了。当我想到有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小心翼翼的对我好，我真的觉得是时候走出那个角落了。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很主动的人，但即使没怎么主动过的你，也会因为我说我需要坚定主动的人，从这之后的每一天，吃饭都坐在我旁边。咱俩来吧。舞会上换位置站我旁边，来，我心目中今天的舞王，把得来超级不易的花送给我，即使有心事也要帮我拿雪板。你们俩怎么了？没有跟他聊昨天的事儿，我觉得他可能有点情绪吧。我知道有些事情迈出第一步很困难，所以这才让我更加能够感觉到你对我的坚定。我知道主动对于你来说也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所以当我看到了你做出这些改变的时候，我真的也想要试着开始勇敢。我很感谢你，小新。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你的出现，在我未来的人生还有没有机会能够打开自己，能够真的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内心，讲出那些一直藏在暗处的感情。我其实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感情的人。我一直以来都把自己的感情藏得很好，有时候明明超级心动，也要表现出无所谓或者嘴硬说才没有。其实我早在无数的瞬间对你心动了。在第一次吃饭坐我旁边的瞬间，你就坐那儿呗，然后我坐这儿刚好。 OK。在邀请我跳舞伸出的那只手，在和你对视的那几秒，在你骑马回来找我的瞬间，太棒了！在你跑下车画在窗户上的爱心，在烟花下你流下的那几滴泪，在你无数次望向我的瞬间，你看一下窗外好吗？也在我看向你又害怕被你发现的瞬间偷偷心动。这趟旅程已接近尾声，遇见你让我感觉是件非常幸运的事情。跟你对视的每一次都会让我心跳反复加速，真的很希望这趟旅程可以长一点，再长一点。其实原本我真的非常讨厌冬天，但是因为有你，这个冬天真的变得不一样了。现在想到冬天，脑子中出现的第一个画面是和你站在烟花下，有你亮晶晶的眼睛和我们紧握的手，还有你脸颊的那滴泪。哭了。在这次旅行中，我真的被照顾得很好，也很幸运，这是我迄今为止人生中最难忘的冬。最后，我知道你也是一个很需要被坚定选择的人，所以说谢谢你在我小回避的时候没有选择后退，而是鼓起勇气向我主动迈出脚步。我想我们小新老师都向我走了这么久了，我也该换位思考，体谅一下我们小新老师了。所以接下来的那一步就由我向你走过去吧，哎呦，又哭了。没有，风太大了。这个赛里木湖的风太大了。小新老师收好。谢谢你。把手给我。我还有一个小彩蛋给你。你记得我有问过你说，如果给你一个手串的话，你想让它有什么能力？如果我有一串水晶的话，我希望这串水晶会代表幸运吧。然后呢？哎呀，我能不能给你太上？等一下。天哪 OK， 这串手串它是陪伴我最久的手串，也是我的第一串手串。它给了我无数的心理暗示，让我能够很坚定，然后很勇敢，也给了我底气和安全感。所以说有它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会很安心。但现在好像这些东西你都已经给到我了，所以说我想要把它给你，也希望说我能遇见你的这份幸运，然后传递给你。所以说以后也要一直幸运下去，好吗？以后也要一直幸运下去。其实我准备了很多小礼物。我看看。第一封信是这个。是什么？哦，这个幻想舞伴。
我天哪！我记得当时你不是说你的幻想舞伴是一个可以说，请问可以邀请你一起跳一支舞的那种吗？你好，请问我可以邀请你跳一支舞吗？当然可以。太有心了，老师。我突然想到，我有预想到这种情况，所以我都流出来了这。第二个是第3天的时候，你的留言不是说，如果重新来一次，回到这个大巴车上，我会不会邀请你坐我旁边吗？重新回到说我们坐公交车，你会主动的坐到我身边吗？你会主动的坐到我身边吗？会。现在你就坐在我旁边，然后也就是这一次之后，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女生，算是一个我们这趟旅程的转折点吧。然后第3个呢是回到舞会那一天，我给你做了一个24K 纯金的手镯。不是，真不是。这相当于我是那天选中了，你也太牛了！选中了你的信物，然后我们就一起共度了那舞会的那一天。好，可以。我其实本来想跟你说，就是这5个小礼物是篡改，就是这趟旅程中的一些小遗憾。但其实我又想了一下，篡改任何的一个遗憾，可能都结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这就是今晚上拍的那个照片，真的好美啊，咱们选的好好啊。真的好浪漫。但是你不是来旅程之前说你最想要骑的是白马吗？所以今天就给你准备了一匹这个白色的马。那我们想到一起去了，是不是？没错，我自己也有一匹马，我还有第5封信，要不我站起来给你读吧？好。哇，写的蛮多的。你刚才读的时候竟然没哭出来啊！to 姚家园，你好恩，你好姚家园，今天我想正式的叫一次你的全名，因为你占据了我这趟旅行的绝大部分记忆，我的所有最真情实感的心动全部都有关你。我想先说说我心中的你。你是一个表面坚强、内心柔软、敏感又细腻的小女孩。虽然平时我们总是拌嘴，像2个不服输的小孩。他每次玩是直接从上面拍。可是彼此都悄悄留着最温柔的触角，总能在对方需要时稳稳接住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这是我愿意珍藏的真实相处状态。而更加值得保存的是我们被记录下来灿烂又生动的瞬间。因为我们在误会里变得更坚定，在赌气中变得更勇敢。这是属于我们专属的奇怪默契。我还想和你说一声谢谢，在大家眼里，在大家眼里，我这个人总是看起来傻傻的，很乐观开朗，活在当下又不在意结果。其实是因为我习惯了期待落空，所以慢慢就不敢再对什么事情抱有幻想，好像少一点期待就会少一点失望，这样比较简单。所以我总喜欢把幸运挂在嘴边。因为我认为在什么都不期待的日子里，所得到的一切都是馈赠，而在这趟旅程中，我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了你，我开始重新对一些事情抱有期待，期待你的留言。你现在又偷看我，你现在又笑，期待和你分到一组，吃饭的时候能和你坐在一起。特地给你留的位置。这是特地给我留的吗？当然。谢谢你，让我递出去的每一份期待都有被稳稳接住的可能，也让我感受到了20岁最纯粹的心动和喜欢。我知道，当我写下这份信时，你也在为我准备礼物。但其实我什么都不想要，因为我从未如此相信，和你相遇就是上天赐予我最珍贵的礼物。和你相遇就是上天赐予我最珍贵的礼物。和你相遇就是上天赐予我最珍贵的礼物。谢谢老师，好荣幸。OK，荣幸。我们俩有点脑电波，还是3、2、1，对你很有好感。我对你也有好感。那你觉得我会让你感到更幸运吗？当然，现在已经非常幸运。我也很幸运，太开心了。自从第2天之后，就一直跟你，每天都是跟你出去玩，你是最有面子的女生。我要哭了，好感动啊！我的妈呀！然后我也有一个东西送给你，什么？和你的有异曲同工之妙。什么？
这是我妈妈送给我的，啊，然后也是说代表幸运。以后也要一直幸运下去。为什么我们俩怎么能想到一起啊？对，然后我觉得它确实给我带来了最大的幸运，然后我现在就想把这个幸运送给你。就是我，我就是一个很冲动的人，有点愣头青，然后我感觉有些话要是不说的话，哎，我会遗憾很久。你要说什么？我很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我很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我很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来，抱抱，抱抱。哎，辛苦了，辛苦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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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真的很不容易啊，真的很不容易。好了，好了。咱俩都真的很不容易。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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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把你带上吧。来吧。也是很浪漫呀，我们。就是有点冷。来吧。好。OK。我们在这马旁边合张影吧。来吧。你有注意到我的校牌吗？注意到了呀。你为什么没有？对啊，你为什么不给我呀？不在我这儿。肯定在你这儿啊。好，真在我这儿。来，你为我别上吧。来吧。我终于有名有姓了。你终于有名字了。原来我叫刘志新啊！我天哪，第一次知道。好。好，我们现在又回到开学的第一天了。走。好幸福，好幸运。你有想过我会说最后一句话吗？我没有想过。那你有想过你会答应吗？我有想过。真好呀，真开心了，脑子一热就做出了这辈子最正确的一次选择。我可以为了你把整个赛里木湖的雪融化。哇，太牛了！以后这一段回忆就永远封存在赛里木湖了。你在第一天的时候有想过，就是20天以后就是这样的结局？完全没想过，第一天最不可能的那个，我是最不可能的。是的。为啥？因为这个人很臭屁啊。什么叫很臭屁？这什么形容词啊？不是很开朗吗？就很虚是吗？我就觉得这个人太自信了，怎么这么自信啊？然后一天我们走向那个乐园的时候，你嫌我吵，你叫我小点声叫。我没有，我是说你老觉得我害怕，但其实我每次叫是因为你叫，所以我才吓到了，不是我害怕。然后你每次自己叫完，然后还转过来说我害怕。你别叫，你一叫我就害怕。你在叫，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其实。没想到现在站这里是咱俩。没想到你会如此的幸运，就我想到过这趟旅程会很幸运，但没想到就是你是最幸运的那一个。你就知足吧，好吗？站在你身边的人是我，你知足。12个人里头，你是最幸运的那一个。我都怕你多荣幸能站你旁边。哎呀，给你推下去。我的荣幸。荣幸对了。开心吗？开心。刚才怎么样？有没有被感动到？太感动了！哎，你有想过我真的会说的？我自己都没想到我也没想到过。我就说实话，我自己没有想到，就是有的时候脑子一热，一冲动，但是不后悔，我从来不后悔，永远不会后悔。好，没说才会后悔呢。
那是多次。来觅食了。哎，你手上这是啥呀？怎么突然多了一个水晶啊？这你能看到？这在我衣服袖子里面你能看到。那你怎么不看到他脖子上呢？哦，脖子上我以为他自己买的。我送的。牛吗？嗯，牛。那你俩那视频还蛮好。他头发一直被风吹起来，因为后面那个你要这样的，然后拍完之后我就那个样子。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怎么了？我的手机去哪儿？给你打个电话要不？你不能看。我给你留一个，怎么我手机响了？哦，在他兜里。我天哪，吓我一跳！我心想你怎么会知道我手机号打到我这儿来？这个是你把手机放我兜里了。我笑死。最后一次听留言了。哦，时间过好快啊！我先去。哦，真的。好有勇气的小女孩啊！终于第一个听留言。你好，恩恩，我是你的男朋友。你好，恩恩，我是你的男朋友。哎，说出这句话的还是有点小害羞，但是这是旅程的最后一个留言，也是我以你男朋友的身份给你录的第一条留言，怎么样？是不是很有面子啊？咋了？笑成这样，怦然心动。哎，不过其实我想对你说的话，也今天都已经在信里跟你说过了。然后未来呢，我们肯定会有很多话要说。现在我想再次喊出那句话。为了你，我能把整个赛里木湖的雪融化。为了你，我能把整个赛里木湖的雪融化。为了你，我能把整个赛里木湖的雪融化。这留的啥呀？能笑成这样？然后我今天留言的最后一个邀请吧，就是完成那个幻想舞伴。听完这个留言，就请你把手伸出来，然后让我上前去邀请你完成我们这趟旅行的最后一支舞吧。我放下。完成我们这趟旅行的最后一支舞吧。OK。哎呀。来吧。来吧。哎呀，它是有音乐的。啊，还有音乐。有一个。鸡犬。哇哦，两个人戴着耳机，两个人的舞蹈。怎么样？来吧。很浪啊。对啊，来，你说怎么跳？来。那就回到第一天了。你好，请问我可以邀请你跳一支舞吗？当然可以。 OK， 来吧。十指相扣，梦幻舞步，太梦幻了，好默契啊！转一圈。哇，美。 OK， 抱一个吧。哇，好幸福呀！你去听一下，你去听一下，这么开心，间歇性高冷，爽到了，已经爽了。Hello， 小新，我是恩。Hello， 小新，我是恩。今天是给你的最后一条留言了。其实我非常的不舍和难过。我真的觉得这场旅行像一场梦一样，很不真实。哎呀，包括说今天雪原上面，然后你跟我告白，我很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到现在我觉得说，我愿意。现在以后我人生中会有小新这个人，
让我现在觉得也很不真实。其实我昨天有跟你讲过，说我可能只会走那么半步，但是没想到我先比你勇敢了一下。所以今天我要勇敢一次，要照顾你一天，好吗？小新公主。可以啊，那我叫你什么？恩恩王子啊。OK。有没有让你措手不及呢？这还是眼神在拉丝，你在干嘛？已经开始有自己的语言了。没有啊。我记得之前你有留言问过我说，什么样的行动能让我心动？我也想跟你说，就是只要你是你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让我心动。我有留这么长吗？还有，我现在想跟你说一句很大声的，就是刘之欣，我真的超级喜欢你。我感觉这是我非常非常勇敢的一次，然后今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就这样，再见。刘之欣，我真的超级喜欢你。我没听清，你能再说一遍吗？不要，我真的没听清啊。不要。好，我讲。刘之欣，我真的超喜欢你。刘之欣，我真的超喜欢哇！少翻了吧？上班了。天哪！说。天哪！让你爽到了。爽到了。太开心了。我最后一条留言听到这个真是惬意啊。直接让你有面子，因为你是公主。你那个腮红简直是，还需要腮红吗？就自带的。腮红吗？这不是自己脸红了吗？心动的时候啊。讨厌你们。要不我直接来吧，感觉大家都眼泪汪汪的，然后我写的东西其实比较搞笑一点。OK， 首先我想讲一下我对这趟旅程，我认为这趟旅程对我的意义吧。我第一次其实看《怦然心动》的时候只有15岁，然后看着节目里呢那20岁的哥哥姐姐们呢，我也第一次对自己的青春有了憧憬。然后现在呢，我也迎来了我的20岁，然后我现在有一些话想对大家说，是我和恩恩女士一起，由我来代表我和恩恩女士一起为大家说的一些话。先从胡一阳和张兆瑜开始吧。感觉胡一阳是那种现实生活中什么大风大浪都能平静面对的水手，然后终于迎来了自己第一次出海，结果直接遇到了张兆瑜这个海啸。好笑。开个玩笑，其实从他们的身上呢，我有看到他们在一点一点打开自己。你们有过不开心的时候，但是到最后还是选择试图向彼此靠近。所以我认为你们两个真的很勇敢，也很有人格魅力。希望你们都能在保持自己个性的同时，找到属于你们关系的平衡点。祝你们一路长虹。一路长虹。然后是小轩和七月。首先，我想先恭喜这个同样是这季开服的老玩家啊，成功配对成功了。然后你们应该是我们这里面相处方式最成熟的一对搭档吧，也是这里最会照顾人的一对。我记得在滑雪的那个普通雪道，还有骑马的水晶球上面，这两个地方其实也是你们的第一选择，但最后都让给了我和恩恩。那给你们。那要不我和七月就慢慢滑吧，我们就行。那你去，我去骑马好吗？真的很谢谢你们，让我们的这个冬天变得非常温暖，也祝你们一路长虹。谢谢。然后是凯凯和妍妍，虽然你们看上去有点像女王和小奶狗的组合，微醺女王和忧郁小奶狗，但其实凯凯呢是一个内心比较成熟的人。我每天回去到宿舍都有看他在认真的反思，会对自己的一些小错误感到愧疚，第二天做出进步和改变。而妍妍呢，冷酷的外表下其实也是一个有时候会害羞的小女孩。你们的关系还有70%的白色，那就让我们所有人一起在这趟旅程后为你们添上自己的那一份色彩。
也祝你们一路长红。一路长红。然后是周周和星文，你们是最晚加入的组合，可能这趟旅程对你们来说太短了，很多话呢还来不及说出口就要告别了，所以希望你们不用着急，慢慢来，能在现实的生活中发现对方身上更多的闪光点。祝你们一路长红。最后我就是我最想念的黑白曜兄弟和午后奥利，没有你们这趟旅程肯定是不完整的。虽然我和白曜呢总是有点难兄难弟，会互相调侃，你也特别帅，现在，你也是啊，但是你一直有在像一个大哥哥，在身边默默的照顾我们。他更希望表达的是我对你很坚定，是的那种心。奥利也是一样的，和你聊天永远不怕气氛尴尬，你总是能稳稳地接住我们，然后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有你们在的氛围总是更加的欢乐。我想我们10个都带着你们传递的快乐，一起完成了这趟旅行。即使你们不在身边，但我们能感受到你们的心和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我们已经变成了更好的人。祝你们一路长红。其实我没有写我和恩的，因为毕竟是我和恩我们一起对大家的，所以我对恩也说一句话吧，非常简单，还是那句古话，古话说得好。为了你，我可以把整个赛里木湖的雪融化。为了你，我可以把整个赛里木湖的雪融化。哇！祝我们一路长红。其实我唱歌特别好，所以大家很有幸可以免费收听我的歌啊。我的妈呀！来吧。Where you think you're going, baby? Where you think you're going, baby? Hey, I just met you, and this is craz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baby. It's hard to cry at you, baby. But here's my number. Where you think you're going, baby? Hey, I just met you, and this is crazy. But here's my number. 就让我一个人嗨是吗？Hey, hard to cry at you, bab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baby. 哦 ，OK， 开服老玩家来吧。今天又是一个很感性的小女孩。我一直这个稿子一直在拖，就是我不想写，因为我这个拖延症很大的原因就是说，我觉得我只要不去做这件事情，我就会有很侥幸的心理，说这个事情就不会到来。签到表上它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说是用一句话作为这场旅行的开始，你会写下什么？然后我当时写的是我记忆里永远漫长而冷漠的冬，这一次好像会变得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这个冬天真的因为和大家的相遇变得短暂而热烈了。我原本真的非常非常不喜欢冬天，甚至可以说是讨厌的地步，但是现在我只想让这个冬天慢一点，再慢一点过去。然后其实我是一个喜欢把所有心事都藏在心里，然后遇到难过的事情悄悄解决，遇到的开心的事情也不怎么表露出来的人。但是因为认识了大家，认识了这些小女孩们，我开始不那么害怕的展现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曾经在那样狭小的空间，那种小房间里面毫无保留的交换彼此的情绪。我天哪！7月在初见的那天，我其实内心非常忐忑，因为我不知道会遇到怎样的人，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够很好的融入大家。所以当我推开教室门，看到你回头向我甜甜的微笑的瞬间，我就知道我没有心动，我就知道我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事实也证明，我们7月真的是一个非常善良又热心的姐姐。也想跟你说，就是要幸福，不对，就是已经幸福了，就继续更幸福下去了。你也是。然后就是赵瑜，其实赵瑜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过自己是一个很直的人，
但是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细节的人，你能照顾到所有人的情绪。而且我记得当时在转场的时候，我的行李箱很重，然后你在旁边就会帮我拿，真的很谢谢你。下一个要说周周。周周，其实我看到你就是刚上火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你的眼睛很灵动，然后你也有很积极的去调动大家的情绪。但其实我后面回到民宿的时候，我看到你比较踌躇吧，所以我想说，女孩来吧，我们一起住。对于我来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下一个我想说，奥利，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说后面见不到奥利，因为当天晚上我真的很想问奥利很多很多东西。在小新有点犹豫的时候，奥利也给他很多建议，所以我还蛮感谢你。所以说，也等你，奥利，赶紧回来吧。下一个就是盐，你还记得我们在荒野之国的时候吗？就是因为我超级怕恐怖类的东西，所以说我一直很紧张。然后你有注意到我的情绪之后，就一直在淡淡的安慰我。虽然我们其实当时应该算是刚刚见面，因为我们白天没有什么相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特别信任你，然后全程我就一直挽着你的胳膊，然后在你耳边尖叫，然后我们假笑组合以后也要一直真诚的笑下去。然后下一个我想说，小新，其实我该跟你说的话都说的差不多了，然后你其实有跟我说你觉得很奇妙，明明10几天前完全两个不相交的人会出现在这里，并且发生一些故事。我想说，我一开始就很相信缘分，我觉得是缘分啊，命运的使然，让我们站到这里，能够走到一起。所以说，后面的故事也让我们自己书写，好吗？有句话说，人和人之间有一些瞬间就足够了，但是我有一点点贪心，我想让这些瞬间能够永远的延续下去。所以所有人对我来说其实都是礼物一般的存在，我很珍惜，也很幸运能遇到你们所有人。然后也希望说未来的大家能够幸福，万事顺遂，谢谢。